我们这节目虽然是叫主咖啊，但是你如果要当主咖，人生阅历得丰富吧，是吧？得有一定成就吧，得有槽点吧，对，最重要的是得愿意来吧。所以节目一度曾经想改个名字叫普通人。找主咖难，但是你要找一个主题其实没那么难啊。比方说我们这期的主题叫人生不怕从头再来，就是每个人的人生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自我否定啊，不要质疑自己，从头再来。被很多嘉宾拒绝以后，我们就是这么劝自己。没想到今天我们真的就找到了一位主咖。各位朋友，这是我们筹备的第4期，但是呢是第3次录，我们决定把它放在第2期播出，来弥补第1期没有主咖的遗憾。大家听得乱吗？乱，太乱了。但是在我们娱乐圈，这就算井然有序的乱了，对吧？这期的主题呢，其实非常适合一位主咖，他很愿意来，而且带了他的朋友来。我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，我是他的超级迷弟。我是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。你们就想吧，那他得多大？叫什么咖位？掌声有请刘晓庆。掌声送给亮亮。您坐，小庆姐，您不坐呢，大家也不太好意思坐。小庆姐啊，我是非常了解，但是我就怕现场有一些年轻的观众对小庆姐没有那么熟悉，所以我们先来看一段刘晓庆老师的 VCR。在还没有大女主这个词的时候，有人就已经把自己活成了传奇。她就是本期主咖刘晓庆。刚出道主演电影《小花》就一跃成为国民顶流，之后更是拿奖不断，流量有，实际有。担任首届春晚主持人时穿的小庆衫也畅销全国，带货能力有，简直是全能 ace， 断层靠谱，内娱影视最严厉的母亲。光是叱咤演艺界已经不能满足庆姐了，她还跨界经商，涉足房地产、影视制作，自封亿万富姐。哎我，连称号都这么朴实无华。觉得无敌最寂寞。就在庆姐觉得自己无敌时，却陷入了人生低谷。之后，她从龙套开始重启演艺事业，只要给我钱，都去演。在演少女的路上一去不回，时间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，导演们都假装看不见。我们女人的责任就是展示生命的美丽。但别看庆姐一副软萌少女模样，却频频女王发言。那个时候我是领先了时代，现在是时代赶上了我。我为什么要听她的？我优雅的老去，我的生命不是要我自己做主吗？如此领先时代的庆姐，不仅要上桌，还要掀桌，把封建观念的桌子给掀飞。虽然嘴上质疑结婚的意义，但姐还是勇敢踏入婚姻。每一次都是逼婚，就追阴了，就好吧，就咣就结了。只不过有时候是一只脚踏入，一只脚踏出，没办法，姐只是在做自己。在社会上或者爱情上立于不败之地的女人，就是特别自信的，而且可以自己养活自己的。这男人呢，就如潮水般涌来，给姐都快整溺水了。不是你是有6个男朋友吗？我说不是有8个吗？为啥不少说2个？
虽然年逾古稀，刘晓庆仍折腾不停，上一路繁花健步如飞，给小伙牛仔仔累得差点不在。我有点喘了，你瞧那个柔弱的身体不行。进军短剧界，搭档耿大勇，这是不是就是叫暖男呢？上演暖男和酷姐的甜甜恋爱，可能是庆姐的人格实在太过丰满，还影响了本期其他嘉宾，爱年下人格化为张纪中。但年下夫人精力太过旺盛，张爷爷被半夜3点喊醒去新疆骑马，可能这就是拍烂片的报应吧。那谁和那谁，你们都小心点啊！还能不能玩？跟夫人直播时突然睡着，可以理解，毕竟要是醒了又要被喊去新疆骑马了。接着，庆姐的大女主人格化为周扬青，爱别人同时，你也一定要自己爱自己。从网红转型成服装美妆品牌老板，一边谈恋爱一边搞事业，怪不得精力这么旺盛，连卖的面膜都是冰美式的。最后，庆姐的抓马人格化为赵英子，走红毯时突然优雅的晕倒。尽显演员的职业修养，不愧是中戏毕业，连假摔都是教科书级别，还自封嫡蜜梦渣。我是嫡蜜梦渣赵英子。看来他的人格也很丰满，身上至少有4个人。说回刘晓庆，姐已经如此传奇了，还愿意广开言路，带着自己的搭档小弟和3个化身来主咖接受吐槽。凡是密奏有功者，无论何人都可封官受赏，言者无罪。回顾刘晓庆这一生，从不缺乏从头再来的勇气。与其说他过去演活了谁，不如说他活成了自己最精彩的作品。至于是善是恶，还是千古迷惑，自有人评说。怎么样，小庆姐的人生是不是精彩到让人羡慕？是，非常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，从头再来。小庆姐甚至于她的自传的名字都叫“人生不怕从头再来”。电影明星，亿万富姐到跌入低谷，对吧？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说，哎，我们都经历过低谷，但是小庆姐那个低谷不是一般的低谷，朋友们。而且人家重新一步一步走出低谷之后，真的从龙套开始演，又演回大女主，不仅事业好，身体还好。大家在综艺里面看到了爬雪山健步如飞，而且前段时间的新闻体了个检，骨密度是同龄人的172%。啊，哎，哇，就这身体，就这种身体状况，同龄人都不爱跟他玩儿。我跟你说，正好，我姐也不爱跟你们玩儿。这场来的嘉宾多多少少都和小庆姐有点关系，咱们一个一个介绍啊。首先，张纪中老师，著名的制片人、导演，小庆姐的好朋友。小庆姐从低谷出来之后的第一份工作，纪中老师给的。小庆姐是那种忘旧的人吗？这么多年来，小庆姐终于想的，不行，要报答她。报答的方式就是把她叫这儿来，让人吐槽。下面这位，我介绍的时候大家注意听啊，因为真没人认识，真的不知道节目组是从哪儿挖出来的。耿大勇先生。据他自己说，是一个影视演员，微博足足有40个粉丝。现场的观众在那拍手，都在想，这个数字太难了。为什么大勇会出现在这儿？因为他去年和小庆姐一块儿拍了个短剧。他们在那短剧里面演夫妻，实际上他俩差着30岁。我跟你说，大勇，这也就是在剧里，在现实生活里啊，小庆姐肯定不会找你的。牛仔仔，演员，没有作品；歌手，没有作品。能来主要是因为去年参加了《一路繁花》，对，在节目里面大家也看到了，给小庆姐搬行李啊、打水。这次小庆姐就问他说：“在跟姐上节目，马上就答应，是这么回事吧？”周扬青，我的好朋友，
著名网红。谢谢。美吧？和小庆姐一样，都因为手撕男友受到大家的关注，经历了别人的大落和自己的大起。我跟你说，杨庆，听我一句话，吃一堑长一智，咱就学吧，学了的本事都是自个儿的。欢迎周扬青。没毛病。下面这位朋友，我得多说一说，赵英子，演员，谢谢谢谢。不一定是好话。歌手，他的人生也很精彩，做过很多很大胆的尝试。他那不叫从头再来，就是从头胡来。你看啊，出道的时候，很多观众心中的白月光，对吧？没错吧？但是再看近年来，因为什么被关注？自称自己叫什么迪蜜梦扎。对，你看我还得想，以前是白月光，现在已经月全食了，一点光没有啊！希望今天晚上发射光芒，欢迎赵英子。范大将军，我的好搭档，也是我们节目的挚友。他就不是从头再来了，7期都来。这次来说脱口秀的2位专业的脱口秀演员，掌声欢迎小慧、呼兰。不用。